一个看守破铜烂铁的残废哑巴，也敢挡本少谷主的路，简直不知死活！本少谷主突破结丹再至，需要强行抽干这废建在地底的地脉灵泉来压制魔火。你这哑巴天天守在这里，莫非是想断了本少的大道？少谷主，跟这个哑巴废话什么？这苍井山脉方圆百里都是我们西岳谷说了算。他既然喜欢守着这堆破烂，那就连他一起练进少谷主的聚灵大阵，也算他的福气。动手，抽干灵泉！若有凡人敢来阻拦，一并驱逐。在这苍井山，本少谷主就是法，本少谷主就是天。你一个哑巴，叹什么气？找死！我闭口枯坐万年，本欲压制这满身杀伐，体会一遭红尘凄情，却未曾想，这世间的贪婪与傲慢，纵过万载，亦是毫无长进。你不是哑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快布阵，杀了他！我的真气，我的修为，我的金丹碎了！不，没有碎，是被化掉了。言出法随，化功入虚。你是传说中的大成期老怪？不，大成期绝对没有这种手段。你到底是谁？黑恶不除，民生难安。你们噬月谷平日里欺压百姓，强夺灵脉，今日废去你们一身为虎作伥的修为，剥夺仙缘，贬为凡俗。自今日起，交由凡间律法与天地因果审判，你可服气？大胆下界狂徒！噬月谷乃是我须弥无上天钦定的下界供奉道统，每年为圣地收集凡尘愿力，输送灵石。是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私自废除赤月谷修为，断我圣地供奉？当时救命啊！我要大人救命啊！小王川就是这个废剑中的杂役哑巴，他不服圣地管辖，不仅暗中使用妖法，化去了我们全谷上下修世纪的修为，还扬言要将我们交由凡俗律法处置，他这是在挑衅须弥无上天的天威呀！阁下既然有此手段，何必藏头露尾？这大荒郡乃是我须弥无上天的疆域，阁下如此破坏规矩，未免太不把我圣地放在眼里了。若是不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，今日即便是大成期大能降临，也休想走出这苍棘山脉。
须弥无上天，这名字倒是取得一年比一年狂妄了。莫阳是吧？回去转告你们无上天，那个坐在金銮殿上的第一神尊玄天，就说万年前在通天神道上跪了30天3日，哭着求我指点他一剑的那个流鼻涕的小道童，他的账我该来收了。庶子狂妄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考！玄天老祖乃是镇压这方世界10万年的神行，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山野村夫，竟敢大言不惭的编排老祖！单凭你这一句大逆不道之言，今日不仅你要被打入九幽地狱，这方圆百里的所有凡人都要为你这句话陪葬。大哥哥，平安。杀了他！莫阳大人，快动用圣地的覆天神网，将他挫骨扬灰！他废了我的修为，我要看着他生不如死！身为修仙大派的巡天御史，不问下属宗门，剥削苍生之罪，不顾苍崎山脉数万黎民之苦，只因一句所谓的折辱，便要屠戮百里凡人。这须弥无上天的规矩，看来是从根子上烂透了。这是什么力量？没有灵气变动，这是纯粹的大道法则。我不杀你，是因为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修仙者，习惯了视凡人如草芥。我要留着你的眼睛，让你亲眼看看你口中那个不容亵渎的老祖见到我是什么模样。何事惊扰本尊？闭关。太虚神中为何久响？难道是域外天魔再次入侵我界？启禀老祖，并非域外天魔，而是下界大黄郡生变。莫阳御史发来神魂血书，他说大荒郡出现了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，仅仅用一块烂木头就劈碎了天阶法宝，还封印了3000神将的修为。荒唐！一块烂木头劈碎天阶法宝，莫阳是在下界待久了，脑子进水了吗？老祖息怒，莫阳还在血书中提到，那个狂徒不仅胆大包天，还口出狂言，说让你滚下去见他。他原话是：
大荒郡降下法相，威压众生，无知狂徒，竟敢辱我圣地威严，欺我门下弟子！本尊今日便以这天道雷劫，将你这妖孽形神俱灭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法相降临，请老祖降下天罚，诛杀此魔，扬我须弥无上天正道之威。玄天，你这一身金光闪闪的行头，倒比当年在忘川球上跟在我屁股后面哭鼻子的时候长进了不少啊！怎么，真要降下天罚，连我一起劈了？老祖您去哪儿？您的仪态个屁！天都要塌了！飞阵，不，来不及了，直接撕裂虚空！快给老子滚开！晚去1秒，整个须弥无上天今天就得从这个世界除名！老祖，您怎么亲身降临了？对付这种蝼蚁，何须您？主人，老奴玄天，终于再见到您了！10万年了，老奴以为您不要我了。玄天，你创下的须弥无上天，如今已沦为包庇恶徒、鱼肉凡人的毒瘤。今日我不杀你，但我命你即刻起，废除赤月谷一切道统，将这山脉百里划为凡俗保护区。此外，须弥无上天自今日起开放宗门底蕴，广开凡人修真学堂，为这苍生续命，为天下布道。若再有恃强凌弱之事，我能赐你10万年造化，便能在一念之间将你打回原形。领命！从今日起，须弥无上天封山300年，全面废除下界所有世家、宗门强征的灵石税与凡尘愿力。传功阁打开前3重禁地，将引气入体与淬炼肉体的修真功法，无偿向大荒郡及周边百里所有的凡俗百姓开放。另外，成立正道巡查司，严查门内弟子恃强掠弱之举，违者废除修为，打入凡间。老祖糊涂啊！我须弥无上天高悬于苍穹之上，靠的是下界亿万蝼蚁的供养，方能维持这无上仙脉不散。如今您不仅要断了供养，还要将仙家法门传授给那些泥腿子凡人，这简直是在绝我圣地的根基。掌教大人的神魂学书上说，老祖您在下界见了一个没有灵力波动的麻衣青年，便吓得法相崩塌，真身华贵。依我看，那大荒郡的废剑冢里必然是隐藏着擅长神魂幻术的外道妖魔。老祖您定是被那妖魔用恶毒的幻术蒙蔽了心智，才会颁布这等自毁长山的荒谬法旨。放肆！你们这群坐井观天的蠢货！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何等伟大的存在！
那是活在神话源头的陆地神仙。老子当年不过是主人的一个牵马小子，主人的法旨便是天道，谁敢违背，便是自取灭亡。老祖真的中邪了，为了圣地100万年的基业，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。雷星，你速去请出开山祖师留下的乾坤照妖镜。那蚂蚁妖魔竟敢妄称是老祖的主人，今日我们便带其圣地底蕴，下界去斩了那妖魔，解救老祖。大哥哥，我感觉到身体里暖洋洋的，像是有一颗小太阳一样。爷爷说，有了这个，阿花以后就能自己挑水，不用连累乡亲们了。阿花做得很好，记住，我们修仙练武，不是为了凌驾于他人之上，更不是为了抢夺别人的东西。天地生万物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。我们的力量是为了守护。萧先生真是大好人啊！以前那些修仙的老爷们来一次就要抢走我们1年的口粮，只有萧先生把我们当人看，还教孩子们学本事。大荒郡刁民听着，费剑多杂役萧望川，善用外道幻术夺舍圣地老祖，设立邪道学堂，妄图颠覆正道秩序。奉圣地大长老令，今日踏平苍脊山，诛杀妖魔，以正视听。妖孽，休要再装神弄鬼！此乃我须弥无上天传承100万年的仙器，能照破世间一切幻术与夺舍。今日便让你这外道妖魔现出原形！哈哈，仙气出手，你这哑巴死定了！你的浩然气在真正的仙气面前不过是垃圾。仙气本是上古先贤用来镇压气运、护佑苍生的圣物，落在你们这群利欲熏心、视凡人蝼蚁的后辈手中，当真是明珠投案。怎么可能？仙气甚至没有承受他的攻击，而是主动臣服了。你到底掌握了什么律法？主人息怒，老奴治下不严，这群顽固不化的畜生竟敢违抗法爪，私自下界！老奴现在就将他们挫骨扬灰，以谢天下！玄天，我说过，今日不造杀孽。修仙界之所以腐朽，是因为规矩出了问题。一味的杀戮解决不了根本，只会让后来者更加恐惧力量。枯荣、雷行，你们口口声声说凡人是泥腿子，是蝼蚁，今日
我便在这天道契约下设立正道惩戒令，不伤你们性命，不费你们百年苦修，但剥离你们身为圣地长老的一切特权、虚化与修行资源。从今日起，你们2人以及这战船上的100名执法修士，便留在这苍尾山脉，给这里的凡人学堂当300年护道教师。你们要用体内的真气，为山下百姓开山云水，耕田插秧，用你们掌握的仙家法门，教导每一个凡俗孩子引气修身。何时你们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正道，身上的契约便何时解除。你们可服气？罪臣领旨，谢神仙不杀之恩，谢神仙指点迷津。臣愿意留在这红尘，涤荡道心。我等心服口服，愿为汤生护道。活了8000年，老夫今日才明白，什么是真正的脚踏实地。往日里在天上吸食凡人愿力，总觉得根基虚浮。如今种出这一粒粒灵米，喂饱了这些乡亲，这心底的踏实感，竟比突破一个小境界还要痛快。修仙不修人，万载也成空。力量本无善恶，唯有懂得敬畏生命，方能掌控大道。你们算是堪堪入门了。下界蝼蚁竟敢私自切断仙界贡品，本仙使司空天奉九霄仙帝之命下界巡查，尔等还不速速献上100万生灵精血，以平帝帝之怒！玄天，你这下界藩王是越活越回去了吗？堂堂大乘期修士，竟然自降身份，与这群泥腿子凡人混迹在一起，甚至还把本该上供给仙界的灵脉拿来种这种低贱粮食。你的仙骨是被你自己丢了吗？仙使大人，我须弥无上天往日愚昧，助纣为虐，如今承蒙陆地神仙点化，已幡然醒悟。这苍生灵气本就属于这片天地，属于这些辛勤劳作的凡人百姓，绝非你仙界
予取予求的私产。今日，只要我玄天还有一口气在，绝不允许你再抽走苍棘山的一丝灵气。老夫这8000年算白活了。今日便用这条老命，给这些孩子们护一次道。仙界若要强抢，便从老夫这把老骨头上踏过去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反叛的下界！看来你们是都被外道邪魔蛊惑了。既然你们愿意和蝼蚁一同覆灭，本仙使便成全你们。仙法，万物枯荣，剥夺！老神仙，你们不要管我们了，快跑啊！你们这些坏人，我们自己种的粮食，为什么要给你们？大哥哥说过，只要我们心在一起，就没有人能欺负我们。这个盲眼小丫头，体内竟然蕴藏着如此纯粹的先天浩然气，简直是炼制无上灵丹的极品。来人，把这些凡人孩子全部带回仙域。10000年前，我见仙界骄奢淫逸，视凡人如草芥，便一剑斩断了通天剑幕，绝了仙凡通道，让你们在上界自生自灭。没想到万年过去，你们不仅没有学会反省，反而找到了偷偷下界抽取灵气的漏洞。斩断剑幕，你是万年前那个以凡人之躯踏破了33重天的陆地绝仙？不可能！贤弟明明说你已经做花了。仙佛皆须低头。作画，我只是懒得看你们这群腐朽之辈罢了。既然你们非要下界自寻败局，那今日我便立下新的规矩。快跑！关闭仙门，快请仙帝出关！既然来了，就都留下吧。高高在上的神仙坐久了，是该下来沾沾泥土了。你们既然喜欢抽掉凡间的心血，那便留在这里还债吧。从今日起，这1000亩灵田的开荒，仙人便交给你们这些仙人负责。每日男耕女织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胆敢偷懒抢夺者，按凡间律法处置。我说，站都不站！雷老哥，你别说，这自己亲手种出来的灵菜，哪怕不带一丝仙气，嚼在嘴里也是甜的。以前在仙界，天天吃龙肝凤茴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原来是少了这股子人味儿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小子悟性倒是不错。萧先生说了，什么时候咱们能从这泥土里看出道来？呵呵，咱们这劳作修行就算及格了。剑幕断绝，仙门金锁。下界不仅切断了本地的万年供放，竟然还敢剥夺本地爱将的仙骨！好一个凡人脊梁不弯！真当本地对着下界生灵毫无办法了吗？陛下息怒！既然那下界的陆地神仙封锁了通道，我等仙人无法降临，不如就让下界自生自灭。自生而灭，本地圈定的下界生民，就算覆灭，也只能覆灭在本地的裁决之下。1万年前，本地为了防备那人，曾在下界心深处埋下了一颗寂灭黑莲的种子。如今，是时候让下界重归混沌了。这是先帝的本命神通——寂灭黑莲。这是要抽干这方世界的所有生机，将人间变成荒芜绝境啊！须弥无上天众长老听令！我等修仙万载，亏欠苍生供养，今日便是我们还债的时候。结天罡护绳阵，誓护苍生学宫，誓护学宫，护佑凡尘。
我好不容易才种出那一种白菜，我好不容易才体会到做人的滋味。贤弟老儿，你想毁了我的菜园，我就挡在这儿。大哥哥说过，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只要我们心不惧暗，黑暗便伤不了我们。大家一起念：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天地有正气，天地有正气，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下则为和乐，杂然复流行。天地有和乐，上则为日星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下则为和鹤，上则为日星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下则为和鹤，上则为日星。下则为和乐，上则为日星。天地有正气，杂而复流行。一群被本地视作尘埃的凡人，竟敢用凡尘之气抵抗仙道！既然如此，本地便彻底催动黑莲，让你们这方天地彻底归于祭武！苍生雪花，贤弟，你高高在上太久，连什么是真正的力量都忘了。你以为力量是毁灭，是掠夺？不，真正的力量是生生不息。今日，我便以这满城凡人的浩然正气为引，剥去你这法宝的寂灭之气，还其创生之本，逆转乾坤，化寂为生。不，你竟然重塑了天道法则！你到底是个什么存在？啊！从今日起，凡间再无高低贵贱之天道，新天道立，修法先修心，无德者不斩先例。这世间灵气将由你们的善念与劳动浇灌，愿这凡间人人如龙，生生不息。大哥哥，阿华记住了，阿华一定会保护好大家。